一入豪门深似海，上船容易下船难。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5月27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呢，咱们聊5件有意思的事儿。第一件事是聊一个为名所累的大佬。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人已经是离开自己一手创立的企业的大佬，名义上是退休了，但是现在啊，他已经被边控了。就是以前呢，来日本啊，来美国啊，都是来去自由。但是最近啊，他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也是隐含的提到，原来每年参加的一个国际大型峰会，他往往会成为一个演讲嘉宾啊，或者出席嘉宾啊。今年呢，有关部门还没有同意他前往，大概率这次啊是参加不了了。但你要问，这么大的腕儿，为啥被这个边控了呢？这个就得从头讲。这大佬啊，不就王石嘛？他自己朋友圈发的那截图我都看到了。他是一手创立的万科企业，也是房地产行业中的排名前5的大巨头啊。但是现在啊，万科他也遇上事儿了。至于说那个财务情况，不能跟你说太细啊，这也不是今天节目的主题。总之，他自认为呢，在2017年他就已经从企业退休了，没啥事儿了吧？你企业经营状况跟他没关系。第二呢，他现在重头戏啊，已经不是房地产了，他娶了一个小女朋友，当然现在是太太了。大多数时间啊，他是离开国内啊，到处云游，这毕竟也是财务自由了嘛。前段时间不还卖燕窝了吗？开直播。他呢有一段时间是长居日本，据日本的朋友讲啊，他在那儿逐渐的建立了自己的圈子，要在日本长期生活了，也不问国内的事儿。但是啊，一个人他为名所累呀，你是抛不开这个干系的。你想出去就想出去啊，你想不回来就不想回来。组织啊并没有忘记他，所以现在啊他回来以后就不方便再出去了。那有关部门就得想了，你一手创立的企业，现在这资产啊，虽然没有恒大那么大，但是欠了也不老少的啊。无论是供应商也好，还是那个银行也好，你总要想办法还嘛。如果说现在这个班子还不了，这接班人不是你推荐的，不是你培养的吗？所以说啊，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名声足够大，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好事。正所谓上船容易啊，你下船难。你下船呢，首先得趁早。比方说像李嘉诚这样的啊，就是发令枪没响，人家先窜了啊，这不后来是加拿大公民了吗？第二呢，也有个例子啊，就是虽然没有把所有的赚的钱都拿走，但是人至少先出去啊，资产也出去了部分，就是小潘儿。潘老板啊，现在大多数时间是在美国纽约，儿子呢是在哈佛。他呢，其实那段时间就已经在转型，就把自己的这个商业住宅啊推出了。他基本上是维持呢是商业地产，因为这个它相对比较好卖，而且呢周转比较快，也不限购也不限售，是不是？他已经为离开这个土地啊找一个新的增长点，也提前做好了一个布局。他算是比较早的。有人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比方说当年给大家定这个1个亿小目标的王老板，还有他那个比较喜欢上新闻的儿子。王老板，我看今天发了一个新闻是关于他的，他要卖45座万达广场，为什么卖？还是要缓解自己的资金压力。其实在2023、2024啊，他把那个什么滑雪场啊、度假村啊、很多酒店也都卖了差不多了，就是因为当初欠了不少钱，因为他也没有完全离开住宅，万达广场和住宅啊，现在慢慢的都在转手。那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这个窟窿是足够的大，现在他想离也离开不了了嘛。而且他为了表示自己还是能够这个好好干的，还特地去陕西一个地方
参观了一个大学啊，学了一些大学问的事儿。现在不知学的怎么样了，但是今年他又卖了40多个万达广场。原来这万达广场是自己的，自己经营，现在他只有经营，他产权已经卖给别人了，其中有腾讯，有什么京东，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说明啊，肉它就烂在锅里，也甭想着出来。即使出来啊，你有很多牵挂，在国内也不方便。但是据说呢，他儿子可能会长居在日本了，毕竟离中国比较近吧。好，那咱们再说第二件事，那就是老川啊，今天又出了一个大新闻，他向国务院这个传达了指示，对于申请美国留学签证的人呢，是暂停预约，已经预约的不受影响啊。那暂停呢是他要加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就是社交媒体账号的一个审查，你要提交一下，比如你有各种账号，这里面呢看看有没有反美的言论呢，或者有没有这个反以的言论呢，反犹的这些事儿啊。我感觉啊，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姿态性的，它不会有特别实质的结果。因为咱们无论是印度啊、中国啊，还有其他选择来美国读书的人呢，他都很聪明的。你说让我提交，他们很多时候说句实话，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什么呢？因为国内很多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它未必是这个关联实名的。印度它也这样，这个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系统。他甚至说为了获得这个签证啊，或者特地应对这个办法，他会造一些其他账号出来的。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哎，特地歌颂美国挺多的，获得签证那是他真实想法吗？这个是未必的啊。总而言之，这个很可能呢只是一个姿态性的，实质上可能实现不了老川那个想法，但是他给自己的 marker 呢也提供了一个方案嘛。你看反美的反犹的人呢，咱不让他进来，咱审查他。说第三件事呢，第三件事，老川的人啊，他可能要找一个给他背锅的，因为大家知道他上台以后就支持国际上一些保守派的势力，但是他捧谁谁死。第一个呢是加拿大的那个保守，原计划这个自由党都没啥希望了，现在经过老川这么一折腾，什么51个州啊要支持他选他呀，结果他支持的人惨败。澳大利亚一样这个情况，保守党呢也是没上去，也是本来是相当有优势的。第三个呢，就是上周那个罗马尼亚，他支持那个人也没上去，他支持德国选项党也没上去，他支持法国勒庞也没上去，他捧谁谁死。可能他底下人呢也给他提意见了，咱不能这样，不行的话咱换一个人顶锅吧。本周呢是他的国土安全部长，就是那位梅尼的诺姆，他亲自在昨天到访了波兰，在东部城市他对那些人们进行演讲，说一定要选谁谁谁，就是那个保守的成为下任波兰总理，因为再过4天波兰就要选新总统了。最后还要问这些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不是赤果果的干预他国选举吗？一般这个成熟政客都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不发表意见。你更不能说人跑到人家的国家去参加人家政党的这些活动，还问这观众我的意思你听明白没有？这个是不是有点糙？我感觉是有点糙。这次会不会产生挺谁谁死的局面呢？当然了，这次如果是没成功跟老川没太大关系，诺姆你可能就顶这个雷了但不想去也得去咱们再说第四件事第四件事还是美国的。2028年是这个下一任总统选举，有人讲共和党至少有2个人，应该是2个半人嘛有机会。一个是老川提到的副总统万斯，还有一个是现任的国务卿卢部长卢比奥卢部长。再就是他那儿子也有说，哎，我要听从召唤，我可能会参加，但我感觉没戏你别说老川有一半人反对你的，你就是华盛顿，就是林肯，就是这个其他人呢包括这个里根，他自己的儿子都不可能选上，因为美国在文化中就不可能让你这么世袭的干。
至于说老布什、小布什啊，那中间是隔开的啊，那也不能算世袭，那也是靠小布什个人本事上去的。毕竟有一半人选了他嘛。那既然说他儿子没希望，另外2个人呢也不一定100%。其实今天我感觉有一个人露头了，就是上一次和老川竞争的人，最后退选的德桑蒂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这也是实力派之一。因为他今天呢对外发声说，老川强推的那个又大又美的法呀，他不赞同，他认为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进行调整的。当然了，现在发生的目的啊，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誓死反对这个东西，没必要，毕竟还在一个党。他实际上是在2028年啊，做一些预热和铺垫，让大家知道我不是个跟屁虫，我也有自己的观点的。第二呢，这个马斯克马部长啊，现在应该他不叫部长了，离开了政府效率部，专心搞他那个火箭去了。今天火箭发射还失败了。他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提到老川通过的又大又美的法案，他不赞同。他说，大或者美是不可能同时兼备的。你要是大，你就是多花钱，你就会拉大赤字；你要美的话，你就不可能花那么多钱。他说这个呢，也违背了他自己创立的那个政府效率部的初衷。本来我是要给你省钱的，现在你这个又大又美丽啊，你直接花的更多了。现在啊，他说这话的意思呢，有明显和老川进行切割的这种想法。可能现在谁也不会再更多的去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了，该切割就切割嘛，后期还有其他的事儿。只要有钱还在，他就有机会啊，重新再树立自己的这些声望。他的专长不在政治，而在于商业。好，那我们再说第5个啊，有一个组织在自己的地盘上罩不住自己的人民了。今天啊，咱讲的是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儿。在上一周啊，哈马斯儿对自己的国民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就是不允许你们去私自拿美国捐助的物资。在这儿我想说一个前提，因为前段时间啊，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封锁，也不让那些物资进去，那里边卧的真是嗷嗷叫。那现在啊，美国的一些慈善公益组织把美国生产的物资啊，有专用的偷盗，当然和以色列进行了沟通协调啊。这里面有一条，就是以前这些物资是首先交给统治者，因为加沙统治者是哈马斯儿，说你们来分发这些物料啊，这些面粉啊、牛奶啊这些。现在啊，规矩变了，是由美国的慈善机构派专人在那里发这笔物资。我看了，有人每人不是扛了一个大包嘛，人打开一看，有2袋小麦粉，有2袋大米，还有罐头，还有一些那种果干，还有小孩子吃的那个零食，就是那个洋葱圈。这说明什么？真正分发物资的人呢，还是非常用心的。在这点啊，美国人做的人很用心，也很成熟。因为美国有些超市啊，它卖不掉的食物，或者说临期的时候，比如说6个月的保质期，现在已经过去4个月了，还有1个多月。按说卖嘛，肯定能卖啊，还在保质期啊。但是在销售过程中啊，人们往往是不愿意要这种产品，所以这个呢，他们就会交给这个慈善机构，让他们去发给一些教会啊，发给一些这个救济站。这次啊，被慈善组织收购了以后，专门发给加沙的民众。那加沙民众一开始啊，一直是受到哈马斯的统治，心里怕，不敢去领。但后来发现老美给的东西真实惠，原来给的东西是过于单一，但现在呀，任何一个家庭发现又有小孩的零食啊，又有牛奶，又有罐头啊，又有米，又有面，这多好！那不领白不领啊，而且人家是白给的，所以这些人呢，越来越多都自己去领。那些执政者的哈马斯发现啊，大势已去，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这事儿也说明什么呢？哈马斯啊，实际上它的支援没有了，你也就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力，因为外援没有了嘛。哈马斯已经已经半年啊，没有给他自己的骨干，包括基层的管理干部发放薪水了。
包括什么医生啊，包括教师，他那些人们没有钱，你这个组织对下面的影响力就很少了。如果基层涣散，基层他也想去扛一箱那个救济回来的时候，你怎么还能罩得住吗？那你说他幕后的老板为啥不给钱了？那不还是打怕了吗？无论是这个伊朗还是这个大俄啊，现在对于哈马斯都要有所忌惮。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到了一个兔死狗烹的时候了，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好吧，今天的5件事呢聊完了，欢迎关注大鱼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意思的信息，咱们明儿见。